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变身忍者》。今天是下半期，上半期攻略了前3关，紧接着又是一个单挑的环节。这个环节是美版特有的，一共有4个，其中前3关过了之后各有1个，通关之前还有1个。这里我就使用了会绞刀的这个杂兵，它能够破掉胶囊的翻滚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对空技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只玩过日版，所以没见过这个单挑的环节。这个环节我上一期也介绍了，是相当坑的。单打还可以，双打的话，输的一方在下一关开始会被扣掉所有的血量，空血登场。这里是第4关，以撒庇护所。以撒组织的首领是王博士，他自称是救世主，又搞出了一个人类灵魂净化计划。这个计划我第一次听说呀。比较熟悉的是补完计划，这么多年了，补完计划到底要怎么搞，有什么意义，我也没弄清楚。但是这个人类灵魂净化计划，我是搞懂了呀。什么叫灵魂净化呢？就是物理超度。所以主人公们就站出来反抗。等着你来超度我，还不如我先出来超度你呢。这个思路就十分正确。这里我附身了一个枪兵，枪兵的攻击力实在是不够看。本作的这些杂兵出场是有一定随机要素的，所以你在特定的环节不一定能找到特定的兵。作为最好用的链锤兵，如果遇到了一定要珍惜啊。这个杂兵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的，尤其是他的快拳，稍微错开一点歪轴，控制力很强。上来就被机器人给摔了，就像这样。正面接近肯定是打不过对面的。用了4个回家的突进技。这招的伤害不是很高，但是攻击的范围非常远。我好像好久都没有见过链锤兵了。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，打法就是遇到一个链锤兵，从头用到尾，偶尔能够见到用剑兵的，但是剑兵的团身斩感觉用起来很累，你需要打一点提前量。来了一个链锤兵，一会儿找机会附身一下。先要把这个杂兵给处理掉。旋风腿的攻击力看起来也不是很高。既然有了链锤兵，就来一点怀旧的打法。注意 Y 轴上保持一点距离，
因为链锤出去之后，它的控制范围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是不错的。这是下上 A， 这招的压制性很好。前方 BOSS 战 ，BOSS 就是王博士。我个人的习惯是先清这两个杂兵。其实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，单挑 BOSS 的话，往往都不是特别难，因为有固定的套路。但是如果来了两个杂兵，我感觉很难受。杂兵清完了，这个杂兵的身高立了大功啊 ！BOSS 的一个技能打不中我，从头上过去了。用下上 A 做一下压制，因为后前 A 的话需要打2下 ，BOSS 才会倒地，并且第一下要抓时机，容错率不是很高。下上 A 一下就能倒地。打完了王博士之后，咱们还要打路西法。我打这个 BOSS， 从小开始就是跳踢，但是这个跳踢是要窜线的，窜歪轴。我先把回血的道具捡了，这里放一个忍术的卷轴，卷轴还有5个，留着打最终 BOSS 吧。最终 BOSS 我的打法也是这样打，比较安全，但是效率不高，踢的频率不要太快。我记得这个家伙会放电，如果他放电的时候你正好踢过去，会受伤的。就是刚才这一下，观察他没有出招，然后再踢。还可以，虽然每一脚的伤害不是很高，至少很安全。我估计很多小伙伴当年也是这样打的，因为其他的招式或者套路来打它，要冒一定的风险。差不多了，这个家伙还不是最终 BOSS， 因为后面还有一关。第5关就是在路西法的体内。第4关过关之后，是唯一一个没有单挑环节的关卡。第5关咱们能够变身成一个特定的杂兵，这个杂兵在前4关是没有的。招式有2个，下上 A， 还有后前 A， 其中后前 A 是吐舌头。吐舌头这一下可能很多小伙伴比较喜欢用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跳跃攻击的，感觉压制性很好。这2个蝎子一样的怪不是很好打，我需要把这2个家伙破坏掉。跳跃攻击的输出并不低，被这个蜘蛛打了一下，吃亏了呀。是时候清这2个蝎子了，清掉一个，
这次对面的配合太好了呀，正好给我一个附身，动不了的时候喷火打了我一下。这个杂兵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吐舌头的攻击。虽然我个人是不大喜欢用的，和链锤的用法差不多，最好也是在 Y 轴，提前抓一下时机，等对面移动过来，正好就中了。这个尖刺是能打的，我最开始玩这款游戏没有发现，后来是看别人这样玩才知道的。其实小的时候玩街机，很多经验都是看别人玩的时候学会的。这小怪物在水里移动不是特别明显，后面好像还有一个。这里打完前方就是 BOSS 战了。最终 BOSS 是2个形态，第一个形态没有血条，他身上会吐出3个带着触手的头，你需要抓机会把这3个头给打爆。我就懒得抓机会了，直接来一发忍术卷轴。2形态，这是王博士创造的究极生命体。我身上有4个忍术卷轴，可以都用掉。忍术卷轴的伤害看起来非常低，其实打别的 BOSS 的时候输出还可以，不过这是面对最终 BOSS。打法上和打路西法一样，之所以这样打，就是因为 BOSS 太强了呀，不敢上去刚正面。美版的话，这里打完还有一个单挑的环节，如果单挑的时候输了，那会进入坏的结局，王博士会复活，而且最后一个单挑难度还是比较高的。最后一个单挑的环节可选的角色和之前不太一样，之前选的都是杂兵，这次可以选择 BOSS， 同样给大家选择一个压制对面的，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对面的输出伤害，那是相当的夸张啊。如果是日版的话，到这儿就算结束了。游戏可游玩的部分还是美版更丰富一点。首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各种技能。这个腿的攻击距离非常远，能够发射导弹。咱们就靠这一下来压制对面。压制失败的话会遭到反击。被反击了，大家看一下血量，一半的血就没有了。这样的话才算是通关。所以美版通关之后算是有2个结局，一个是好的结局，一个是不好的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变身忍者》使用布鲁内特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通关的画面也保留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